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周一晚介绍称，近日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上周六发现包括辽宁舰在内的6艘解放军军舰沿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海域南下，向太平洋驶去。更让外界关注的是，中国万吨大驱南昌舰现身航母编队。有分析指，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正加速提升新质战斗力。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消息，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6艘水面舰艇，除了航母辽宁舰外，还包括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这也是南昌舰首次公开出现在航母编队中。其余4艘舰艇为052D 型驱逐舰成都舰和太原舰、054A 型护卫舰黄冈舰、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自卫队还监控到，周日下午，中国预警机在东海与太平洋之间往返飞行。辽宁舰作为中国首艘航母，自2012年服役以来，已经实现了远海训练常态化。而此次经宫古水道前出西太平洋，是辽宁舰时隔近1年再次通过该海域。去年4月11号，辽宁舰航母编队穿过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当时航母编队除了辽宁舰之外，还有052D 型驱逐舰西宁舰、贵阳舰、054A 型护卫舰枣庄舰、日照舰以及901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对于出现在航母编队中的新面孔南昌舰，有分析指，055型驱逐舰伴随辽宁舰出海执行训练任务，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正加速提升新质战斗力。055型驱逐舰配有更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信息化设备以及电子战系统，战场环境感知能力更强，作战信息处理更快。它不仅耳聪目明，而且拥有超强大脑。这种新式万吨级驱逐舰不仅攻防火力得到全面优化，能为航母编队撑起更大、更严密的防空反导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了航母编队的作战指挥能力。那么，一般每个国家的这种最先进的、最大型的水面舰，都是在整个舰队当中担任一个旗舰和指挥舰的作用。同时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和全面。对于一个有航母的国家来说，那么这种大型的水面舰一定是配合航母作战，然后包括对航母进行一个掩护、空中掩护，指挥其他的水面战斗舰共同的为航母战斗群来服务啊。所以我想这次这2个舰055和我们航母联合演练，显然是就是演练双方，就是说我国最先进的大型水面战斗舰和我国的航母之间的作战的一些配合啊。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周一表示，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部队训练成效，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照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据统计，辽宁舰服役以来通过台湾外围海域的次数已达10余次，因此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并不稀奇。但官方在新闻稿中直接点出台湾周边海域，尤其说到训练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则是非常罕见。那么我们这次直接点明了是在它周边进行演习。也是很明白无误地告诉外界，我们辽宁号现在的我们的一些作战演训，可能就是针对台海作战来进行的，这是明白无误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话，我们的辽宁舰、我们的或者其他山东舰航母会在台海周边执行相应的军事打击的任务啊，这个也是明确无误的对台独势力、对域外干涉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像美国、日本他们的这样一些势力、海外势力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而对于我国第1艘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山东舰，央视近日也播出了由舰员独家拍摄的视频，罕见曝光了这艘海上巨无霸的内部结构以及航母官兵的训练生活场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起飞区了。在甲板上一共有3条滑跃起飞跑道，每当歼15舰载机准备起飞时，起飞助理都必须要沉着冷静、干脆利落地做出放飞动作。我们的每一套简单的动作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直到形成条件反射和肌肉记忆，实现人舰机的高度融合，才能保证歼15舰载机的安全高效起降。在山东舰有这样一个部门，他们永远保持向上仰角，时刻准备战斗，致力打造最坚固的航母铠甲。他们就是武器部门。
这就是大家经常听说也比较熟悉的反导舰炮，它主要用于拦截反舰导弹。它的特点是发射速率高，1分钟可以达到近万发，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为万发炮。武器系统是航母的末端防御手段，主要用于打掉突破舰载战斗机和航母属舰的漏网之鱼。我们必须把训练当实战，随时备战，随时能战。此外，山东舰和辽宁舰这对姊妹舰在外形上也有区别，比如说舰岛，驾驶舱下方多了一层玻璃，这个是在辽宁舰上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舰岛要比辽宁舰短一些，这样给舰载机留出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另外，山东舰首次实现社区化的管理，分成一个一个小社区，大家除了吃饭时去固定的区域，平时工作、洗衣服、生活、睡觉等，在这个小社区就可以全部完成，工作和生活更加便捷。时间不早了，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咱们现在往前走，看看炊事班的同志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今天中午给大家准备的菜品有，红烧翅根、木耳炒苦瓜、海带结炖排骨，西兰花炒虾仁、干烧鱼段，还有清炒油麦菜。主食呢是花卷、米饭，还有我们自制的面包。这边呢还有汤和水果。我们每天保障7顿饭。早中晚3顿正餐以外，还有2次间餐和2次夜餐。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舰徽，以地球为背景，航母纵横大洋，寓意为我们担负的使命和任务。将蓝色的橄榄枝围绕在地球之外的圆环之中，体现出中国海军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大国责任。舰徽上方，忠诚、勇毅、精武、制胜，是我们航母舰员永远坚持的舰训。周一，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王毅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反对日方介入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专家分析认为，中方此番表态在提醒日本不要挑战中国外交底线的同时，也为中日合作保留了一定空间。希望日本不要一条道跑到黑，早日回归中日关系改善的正常轨道。在会谈中，王毅表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日作为长久的近邻和世界第2、第3大经济体，理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利合作，共同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应珍惜和维护中日关系来之不易的改善发展大局，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菅义伟首相去年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确保两国关系不折腾、不停滞、不倒退、不卷入所谓大国对抗。中方希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国家，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而不是被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茂木敏充表示，日中互为近邻，日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对两国和地区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日美同盟不针对特定第三方，日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确保日中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度没有变化。在通话中，中方重点强调，涉港、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日方应正视客观事实，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尤其是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应该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事实上，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就极力为美国摇旗呐喊，接连炒作钓鱼岛问题，与盟国围堵中国，妄图派军舰在中国近海演习。美日外长与防长2+2会谈更是在联合声明中罕见点名中国。近期，日本从美国大举引进 F-35系列隐形战机，并将这种先进战机部署在距离中国更近的九州西南地区。日本共同社周一称，将从美国引进的具备短距起飞、垂直降落能力的 F-35B 战机，将率先部署在宫崎县的新田园基地，最快将在2024年完成进驻。由于 F-35可以在没有机场的离岛起降，它的战时还可以利用冲绳诸岛上跑道较短的机场或平地起降，并
并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奔赴冲绳附近的东海海域。读卖新闻称，日本政府将 F-35B 定位为离岛防卫王牌。不仅如此，日方还频繁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此前，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颁布了海警法。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加拿大主办的线上会议发表演讲中，就对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水域的正常活动横加指责。事实上，中国海警法只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不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也早就制定和实施了类似法规，通过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方投中边邻国之间的长期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本月16号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却不断在临行前释放美日将共同应对台海局势的错误信号。周一，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上声称，台湾的和平与稳定是该地区的关键，日本将与美国合作，缓和大陆和台湾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此前的美日2+2会晤中，双方就曾妄言台湾问题，确认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还宣称中国大陆若武力攻台，美军驰援台湾，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而在此次会晤中，美日敲定将于年内在钓鱼岛周边举行大型军演，也被认为是两国在为介入台海局势做铺垫。这个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执行反华的外交政策？我个人倒并不这么考虑，因为日本有他的考虑啊，日本他的一个核心，我想他还是希望做个正常大国。他现在拼命在军事上、安全上靠拢美国，实际上是在推波助澜啊，推动美国去和中国对抗啊。那么其中是实现他自己的意图啊，并不是说是个简单的反华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考虑。对于日方动作频频，甚至点名攻击中国，中方多次批驳。特别是在美日2+2会晤的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严厉驳斥了美日联合声明的涉华内容，并表示，日本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这种做法令人不齿，不得人心。而与日本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在紧接美日举行的美韩2+2会晤后，韩方拒绝在联合声明中批评中国。上周六，中韩外长在中国厦门举行会晤，达成多项共识和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就表示，中韩互为永久近邻和战略合作伙伴，今明2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明年将迎来中韩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而立，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努力，在近30年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两国互信友好与合作，加强双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中韩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不过，外界也注意到，在此次中日外长通话中，双方也表达了合作的意向。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日方持续推进务实合作，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以今明2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和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努力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把一个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茂木敏充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妥善管控分歧，为共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日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就相互支持办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保持沟通。从官方层面好，并没有把日本的这种态度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反华态度认为这是日本的一种盘算所以我们也是王毅外长态度很明确，就警告日本，就说一个。对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庸国，他有时候必须说某些话，其实我们这里是清楚的，但是你不要过火。所以我们对日本现在采取说敲打要敲打，但是还是要区别各种各样不同矛盾那么对日本，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要拉。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成员吴健。吴先生您好。我国辽宁舰编队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在台湾周边海域训练，日方高度敏感，又是派基舰伴航监视，又是酸溜溜的说中国在加强海洋活动了，整个就是以挑事的行头。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辽宁舰之行会有日方所云的地缘政治作用吗？有个久居日本的华人朋友跟我讲，10多年前，人民海军常态化穿越伊岛链进行远航训练后，日本国内就有一种
窗帘被撩开，让人看透透的感觉，心理上难以适应。在我看来，这种难适应是一种历史的非常态，要随着中国正常发展与崛起而逐渐去适应。众所周知，中国作为陆海相依的大国，不仅因为维护国家统一，还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诸于海洋，注定要走出去。这份权利属于中国，也符合国际法律与正义。日方闲言碎语，恰好暴露其不肯面对历史，也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格局。但同时，我要强调的是，近年来，日本和域外大国积极勾连，不仅强化双边军事同盟，还企图把日美澳印4国对话机制往防务合作上移，毒化地区气氛，影响战略平衡。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首先是伤害其国家信誉，在周边邻国眼里投下深深的阴影。其次呢，我们一再说，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亚洲，乃至今日之世界，绝非100余年前可比。日本在东亚一强独大、欺凌称霸的局面早已无可能再现，各国和平合作是唯一可行之道。面对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当然希望日本理性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发展，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甚至引外部势力搞乱亚太。要知道，中国不仅会不可遏制地实现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运用自身全球数一数2的经济体量，维护来之不易。中日关系转暖以来，大家本希望求同存异、携手共进，但遗憾地看到，自从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日方就像换了面孔，不断对中国内政外交说三道四。那么，您如何看待日方变脸？如何把握中日关系大方向呢？这一轮中日关系回暖的高潮，是两国合作抗疫，并且共同推动15国的 RCEP 自贸协定签署，给动荡的世界注入一剂强心剂。我这么突出 RCEP， 不光是因为它体现在贸易投资环境改善、促进地区产业链融合上，还在于让各国由于相互依存而有所克制，逐渐缓和原有的矛盾分歧，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增进互信，添加沟通的渠道。拿中日来说，去年9月，菅义伟首次施政演说就承认，要应对新冠疫情，最短时间实现国内经济 V 型反转是自己最大的任务。而 RCEP 的诞生，让日本和自己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中国有了第一个直接的自贸关系。如果考虑到中国是唯一在疫情中实现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这对极端依赖外贸的日本来说，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为了同中国保持良性互动，菅义伟就公开宣布过，要跟中国建立稳定的邻国关系，无意构建亚洲版北约。可言犹在耳，缺乏独立外交资格，而且对华充满战略忧虑的日本，却同时使出伤害中日关系的小伎俩。众所周知，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前任把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其对华博弈更注重精细布局，重启价值观外交的老套路，尤其突出和欧日韩等传统盟友协调立场，构建所谓D10民主国家朋友圈，跟中国搞只做不说的战略竞争。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将会追随美国，在贸易、金融、科技领域对华实施战略围堵，在外交、人权乃至安全领域对华实施污名化攻击。但我想说的是，中日关系经历几番风雨，已有很强的韧性，特别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可以说，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地区，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首要舞台和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那么今天，周边第一是我们经营国家安全环境、规划和平发展的首要重点。从过去的1年多的事情来看，我们更有信心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有益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举措，优先在周边地区落地，通过双向互动与制度的建设，共同促进区域和平稳定走向深入，
压缩域外大国介入的空间，同时呢，在周边地区有效防控生战生乱的因素滋长，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制度保障。过去冲在对抗前线的香港反对派面临困局，仍有部分人执迷不悟，鼓吹在议会外继续搞抗争。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呼吁民主党等反对派拆弹，不要一意孤行。为何说香港反对派要脱离蓝潮才有生存空间？陈斌、杨辉在线分析。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制度保障。从制度层面剔除管制架构中的反中乱港者，重塑香港良性的政治生态。过去冲在对抗前线的反对派该何去何从？香港政界人士指出，爱国者治港绝不是搞清一色，反对派要有道德勇气，向反中乱港分子说不，脱离蓝潮才有生存空间。周一，香港民主党召开党内交流会，讨论在新选举制度下是否仍参与今年底的立法会选举，最终因分歧过大未有定论。对于特区政府修例规定区议员需宣誓，民主党主席罗健熙表示，党内达成初步共识，会迎合宣誓要求，但强调并非所有党员都需跟从。民主党作为香港反对派的第一大党，去年年底经历了新老交替换届。新形势下，有人拟组内地及政治事务专责委员会，加强了解中央的对港政策，以寻求新出路。但同时，也有部分老党员执迷不悟，依然抱着对抗心态，认为反对派不应参选，而应在议会外继续搞抗争。对此，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指出，民主党首先要解决党内路线问题，唯一拆弹的办法就是将硝酸甘油分开，将民主党分拆，卖豆浆油条的和卖咖啡牛角包的各行各路，放弃死撑，方能解脱。有政界人士也指出，民主党要有道德勇气，向反中乱港分子说不，脱离蓝潮才有生存空间。分析指，此次中央为香港选举制度动微创手术，就是要阻断反中乱港分子与激进派的夺权路径，清除动乱根源，防止管制者知恶犯恶。同时，爱国者治港并不是要在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反中乱港分子和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不能简单划等号。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中也有爱国者，他们仍可依法参选、依法当选。将来，香港立法会的民意代表性会更广泛，在立法会仍可听到不同声音，包括批评政府的声音。各种政治力量都要适应这种新形势，思考自己的定位。只要是为香港好，只要是为香港政治的健康发展，只要不违背国安法，只要是在这个选举新的这样一个选举制度范围内，反对派的这个活动空间，我觉得并没有受到这个压缩。未来1年，香港有3场大型选举。虽说在香港国安法震慑下，蓝潮派再发起街头暴力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能低估其搞破坏的能量。事实上，近日香港就有人煽动市民投白票。对此，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日前表示，要研究现有法律是否足够处理投白票问题，既是对搞事者的公开警告，也是完善相关制度的预告。香港大公报周二发表文章指出，投票既是市民依法行使的权利，更是应履行的公民责任。当然，市民是否投票、如何投票是他们的自由意愿，由他们自己决定，不需要他人教导，更容不得外力操控。但长期以来，反中乱港势力为达到政治目的，制造选举结果，利用选举制度的漏洞，上下其手，所谓风云计划、雷动计划、弃保、初选等接踵而至，制造选举不公。完善选举制度后，又有人鼓吹投白票，企图杯葛选举，为外部势力提供攻击香港和中央的口实，这同样涉嫌破坏及操控选举，触犯香港多条法律。身兼律师的香港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也指出，投白票本身不會影響選舉的結果，但鼓吹投白票則有可能違法。如果係廣泛地有組織性地大規模地去一個鼓吹市民係投白票嘅行動呢，就亦要小心，有可能觸犯到我哋而家新嘅比較或者係相對灰色地帶嘅關於國安法裏邊嘅一啲安排，或者係有關於我哋以往有嘅刑事罪行嘅一啲嘅條文，譬如詆毀政府啦、
製造市民之間嘅矛盾啦，或者係癱瘓政府嘅運作咧。如果有呢啲咁嘅明顯嘅意圖或者係舉措嘅話咧，有可能咧觸及某啲法律上嘅陷阱。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周二則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公務員作為行政機關內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社會制度及措施的改動都要齊心努力推動。而公務員到內地多走多看，絕對有助深入認識國家發展。聶德權表示，必須從整個大局着眼理解這次中央的決定，不能單獨看完善選舉制度，要與香港國安法一併解讀，因為兩者都是國家及憲制層面上的重大舉措，都關係一國兩制能否貫徹落實，以及能否回到訂立時的初心及目的。他又形容兩者是一套組合拳，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就此次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聶德權在日前主持特區政府行政主任直系首長級公務員的講解會上強調，中央是誠心誠意希望一國兩制成功貫徹落實，香港能發揮本身的優勢，也非常希望特區能解決存在已久的深層次問題。大家唔好只係單單着眼於睇選舉制度嗰個嘅細節，反而咧希望大家聚焦去睇翻成個大局，點解即係中央喺國家嘅層面，喺憲制嘅層面嚟去建立呢一個即係一啲嘅制度嘅保障。我喺過去嘅工作裏邊咧，都同內地同中央嘅接觸都係多嘅。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咧，中央咧係誠心誠意希望一國兩制係落實得成功。外界還注意到，長期因涉失實偏頗報道而被市民投訴的香港電台，在新任廣播處長李百全上任後，已先後暫停多個節目。香港電台發言人此前解釋稱，部分被停播的節目是因為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香港國安法等有不準確的描述。香港特區政府去年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管理問題，今年2月19號發表長達100多頁的報告，羅列香港電台至少7宗罪。據港媒報道，香港電台為加強編輯管理，3月開始引入全新的編輯管理機制，就具爭議性的節目於製作或播出前檢查。另外，香港電台還引入了更清晰的上報機制，讓製作人員在策劃節目的初始階段提交計劃書，編輯會議可更積極參與及指導製作，以保障節目符合香港電台約章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要求，包括節目必須持平、不偏不倚及真實準確。好的，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斌。陳先生您好。香港選舉制度修訂完善後，梁振英等知名人士呼籲民主黨等反對派拆彈，不要一意孤行。您對此如何看？主持人好。香港選舉制度完善修訂以後，那麼參加選舉的任何黨派和界別的候選人必須是愛國者。以前的反對派想要參加選舉，就需要痛定思痛，走出極端。就像梁振英所說的，必須拆彈，必須改弦易轍。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呢，就是要有正確的心態，要深刻地認識到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制權。要真心的擁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愛國者治港。按照新興的這個香港選舉制度呀，這不愛國者、反中亂港分子都會排除在外。而以前的反對派，比如說呢，民主黨要想繼續參政議政，就必須做比較徹底的改革，向反中亂港分子說不，脫離藍潮，走出極端和偏執，才會呢有生存空間。那麼同樣的，就是建制派政黨也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把愛國愛港、有能力、有政治智慧的人遴選出來，通過選舉呢來為香港的發展而努力。這單純的表態呢是遠遠不夠的。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目的呢是要全面準確這個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而要實現這些目標，就需要有德性、有能力的人呢，這個治港人才。所以呢，我估計啊，這今後一段時間，香港的各種黨派和社會各界都會進行一個反思期、討論期、改革期，按照新的選舉制度進行整改，從而呢為接下來的幾場選舉做好準備。
香港选举制度修订后，一些港媒呼吁香港青年要勇于书写新篇章，积极投身于本地立法及选举中，在良好管制、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实践中成为新青年。您对此如何看呢？经过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关键2招，那么香港的环境呢将大为改善，会快速的将过去几年的混乱、黑暴、颠覆和外国干预呢甩给历史，开辟良政善治、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新篇章。香港媒体呼吁青年呢要成为新青年，一呢是要深刻的认识到选举制度改善是为国家好、为香港好，是让香港呢尽快的走出外国干预势力的掺和的这种政治执拗的漩涡，尽快的弥合社会撕裂、根治经济民生受到的创伤。2呢是要成为爱国者，积极的投身于选举制度完善的选讲之中，投身于接下来的3场选举中，为香港的未来而出谋划策、参政议政。3呢是要切实的从泛政治化中走出，参与到经济民生改善的实践中，发挥年轻人的活力和才干，既为个人的前途着想，也呢为更加美好的香港家园而行动。其实呢，也是在前几天呢，我有位学长也提出了香港新青年这个概念，他讲的视野呢就更加宽泛一些。那么他认为呢，通过香港选举制度完善，通过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反思，那么一批香港新青年呢将脱颖而出，成为香港未来建设的生力军。这香港新青年呢，他不仅是要爱国爱港，关心国家前途和香港命运，而且呢具有宽广的视野、充足的知识储备、坚定的社会理想。不仅呢在香港参政议政，在香港未来发展上呢发挥创造性的作用，也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发挥开拓者的作用，会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先导者、先行者。我相信呢，香港新青年将呼之欲出，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在推动香港前进的过程之中呢，共享祖国的尊严和荣耀。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政府以人权卫士自居，在全球挥舞人权大棒，却对自己的人权和种族主义状况视而不见。在疫情的催化下，美国的非洲裔生存更加困难，而亚裔近期频频遭到攻击。美国还因关岛军事化严重侵犯扎莫罗土著人的人权，收到联合国人权指控函。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美方应该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严厉打击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暴力行为，切实保障少数族裔各项权利。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美方应该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严厉打击针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暴力行为，切实保障少数族裔各项权利，让少数族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不再生活在暴力的恐惧之中。而就在美国政府以人权卫士自居，在全世界到处挥舞人权大棒之时，自己也被来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3名特别报告员押上了侵犯人权的道德审判席。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致美国政府的信中，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对美国在关岛持续的军事存在，以及未能保护原住民查莫罗人免受丧失传统土地、领土和资源的影响表示关切。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代表查莫罗人利益的活动人士谴责美国自美西战争后宣布关岛为其领土以来，对该岛的持续控制以及不断加强的军事化。
关岛位于西太平洋。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关岛。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关岛曾在1941年被日军占领，1944年7月21号再次被美军夺回。尽管关岛居民被赋予美国公民权，但其拥有的权利有限，比如关岛居民不能在美国大选中投票，而关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仅设1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首先这说明了美国政府是奉行所谓的这个双重标准。那么在国外是试图的去以人权捍卫者来自居，那么在国内呢，它是这个选择性的忽视国内所存在的这个侵犯人权的事件，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这是美国一直以来它的一种行事的方式啊。另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本身来讲，它是倾向于用所谓霸凌的手段来去对待这个人权议题。那么它是通过，比如说人权议题，当它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时，它就会拿出来用；而当它不利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所谓美国国家的形象的时候，它就会选择性的忽视。朝鲜宣布因日本疫情严峻，不参加今年7月的东京奥运。外界惋惜朝鲜举重国手林真心失去挑战奥运3连冠的机会。朝鲜被认为是奥运小强国，有哪些因素导致其做出不参加奥运的决定？东京奥运的主办国日本怎么看？刚刚向国际奥委会建议与朝鲜合办2032年奥运的韩国怎么看？一直表示对朝政策尚未定型的美国又怎么看？来看报道。朝鲜体育省官网朝鲜体育周一发通告称，在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上，为了从由恶性病毒感染导致的全球卫生危机中保护我国运动员，根据委员们的提议，决定不参加第32届东京奥运会。据此前朝中社报道，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于3月25号在平壤以视频会议方式进行。不让运动员去，也是为了朝鲜它本身的安全。万一这个运动员这个得到了这个病菌啊带回去，很可能朝鲜国内就会出现某些严重的情况啊，因为这个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是非常脆弱啊，药品啊什么也都没有，也没有疫苗啊，所以这是它的问题，所以不存在抵制的问题啊，因为它不是一个运动大户，不像这个过去像前苏联啊、美国啊相互抵制政治上，因为他们都是大型的代表团，他们都是拿奖牌的，运动员是一大堆啊，像这种情况他们抵制，那个叫真正的抵制啊，因为日朝关系不好。还不至于不参加运动会啊，那个毕竟今年这个疫情这个情况可能是特殊原因。朝鲜是奥运小强国，近年来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基本上每届都能获得2枚以上金牌。截至目前，朝鲜已获得8个项目的18个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算上传统优势项目举重，朝鲜有望获得9个项目的24个参赛权。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意味着相关运动员放弃参赛资格。曾在前2届奥运会上夺冠的朝鲜举重招牌选手林真心也失去3连冠挑战机会。朝鲜于1957年加入国际奥委会，历史上仅缺席1984年洛杉矶奥运和1988年汉城奥运，这次是朝鲜33年来首次缺席奥运。2019年，国际奥委会与朝韩代表举行3方会议，商定朝韩可以联合组队参加东京奥运会女子篮球、女子曲棍球、柔道混合团体赛及赛艇项目的男女4人双桨和8人单桨比赛。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朝鲜是首个宣布不参加本届东京奥运会的国家。日本奥运相丸川珠代表示正在确认详情。报道还称，日本原本有意借东京奥运会之机与朝方接触，但这一外交设想已经破灭，这是朝日关系进一步降温的体现。日本首相菅义伟上台后迅速倒向美国，朝日关系随之降温。上周五举行的美日韩高级安全会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将联合一致继续对朝鲜施压。菅义伟接过政权后，还提出将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定位为政府的最重要课题，但朝方的态度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毕。日本近期还公布了新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大量歪曲历史的内容也引发朝鲜不满。朝中社发社论批评日本向后代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日本将侵略外国作为基本的对外军事战略和重要政策课题，为实现目标不择手段。韩国统一部周二表示，一直希望本次东京奥运会能够成为促进朝鲜半岛和平和韩朝间和解合作的契机，但因为新冠疫情的情况而没能实现，对此感到遗憾。
今后将在各个领域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朝鲜半岛和平和韩朝对话的契机。此前有消息称，韩国原本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促成朝韩美日4方会晤，但朝鲜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这显示至少在未来几个月，半岛问题不会取得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四，韩国首尔市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有关2032年首尔平壤联合申办夏季奥运会的建议书。2018年平昌冬奥会成为朝鲜半岛危机的重要转折点。当年9月，朝韩领导人签署的平壤共同宣言中，就共同举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达成共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当时表示，对奥运精神促成半岛政治和解感到振奋，并鼓励朝韩合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朝韩共举半岛旗入场，甚至联合参加一些运动项目，被称之为半岛之春。半岛之春是国际体育赛事的重要看点之一，每次有重大赛事举办时，舆论都会对半岛之春表达期待。除了2018年平昌冬奥、2006年都灵冬奥、2000年悉尼奥运、2002年釜山亚运、2004年雅典奥运、2006年多哈亚运、2018年雅加达亚运等重大赛事都曾上演半岛之春。朝韩过去联合申办提出过很多次，但这个中间他会遇到很多政治障碍、后勤障碍，因为毕竟运动员在2个国家的跑，他牵到很多方面的配合资源，再加上朝鲜的运动设施各方面标准都比较差，所以联合申办的可能性，我认为微乎其微。上次这个冬季奥运会，他是搞了一个冰球项目，搞了一个联合这个参赛当然韩国运动员也有意见，因为部分的运动额度他要让出来给朝鲜所以我认为难度还是很大。韩国要推动这个事情呢，主要还是考虑政治促进同朝鲜的联系。那么对于朝鲜来说呢，现在这个政治上不成熟，时间不成熟，双方关系也不好，时间呢也是很远，所以现在要去答应去做这个事，不知道到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做成这个里边有很多悬的因素在里边。值得关注的是朝美关系。外界注意到，2019年金正恩和特朗普在河内峰会破局之后，朝韩体育合作也随之陷入谷底。2020年1月，在韩国江原道获得2024年冬青奥会的主办权后，韩方曾提议南北合办赛事，但朝方没有做出回应。拜登上台后，朝美之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效互动，也引发韩方的强烈担忧。有分析认为，拜登政府现在内政上疲于应对疫情和经济重启，外交上正极力拉拢盟友，并搞印太战略，无暇顾及朝鲜，因此极有可能重回不与朝方进行任何接触的极限忍耐战略。正是这种战略导致半岛局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陷入重大危机。此外，美国还强化联合日韩以3国机制对付朝鲜，加剧了朝鲜的不信任。总体来讲，就是说从特朗普时代以来呢，美朝关系得到了控制，而朝鲜呢已经明确放弃并进战略把重心转向了经济。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美国对朝核问题的紧迫性在下降所以你会看到拜登政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多的一些措施。拜登现在上台以后现在100日还没到，那么相对而言，在东北亚地区与中国与美国这种竞争战略竞争来说，这个朝鲜与美国的矛盾朝核问题，它谈不上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共同社还认为，朝鲜对新冠疫情极度警惕，也是导致其做出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日本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东京市最近7天的日均感染人数高达392例。日本国内近期也认为，朝鲜参加东京奥运的可能性正在越发降低。曾指导英国国家队备战2012伦敦奥运会的英国前公共卫生部门总监布莱恩·麦克罗斯基博士认为，在奥运开始前几个月，大批外国选手及后勤人员就必须进入到日本的各个训练营，这无疑将增大疫情扩散风险。韩联社也认为，朝鲜做出不参加东京奥运的决定，实际上旨在从根本上杜绝新冠病毒通过参赛选手流入境内的可能性。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国家紧急防疫体系升级为最大紧急体制，要求个人和单位筑起防疫的铜墙铁壁，并关闭边境，暂时禁止海外国民归国。朝鲜媒体多次表示，该国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新冠确诊病例。世卫组织近日证实，约2.2万平壤市民的新冠核酸测试呈阴性。从目前来看，他国内好像没有发生情况一样。最近他开的一个党代表会议，所有的成员啊，大规模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啊，应该讲，所以他国内是控制的比较严，也就是说，对外他完全是切割的。那么考虑到东京奥运会目前来看，东京、大阪现在这个疫情还是蛮严重的，还在上升。那么海外的除了运动员可以去，一般的人，官方代表团也是控制的。那么观众也是控制的，所以他考虑到这个原因，也就是说不让运动员去。